还是我女儿厉害，公婆说赶就赶，这房子以后不就是咱们娘家人的天下了？那当然，江彦州挣的钱都是我的，房子也是我的，他不敢有半分意见。回来了正好，我弟要买车，你准备扒。你爸妈的床垫刷的是你的副卡，你弟的房租按天结算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娘家你自己养。爸妈，家里现在不用你们帮忙了，你们收拾收拾回老家吧，别觉得带了几年家务就有多了不起。清河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们现在就收拾东西走，以后没什么事儿也不用过来了。兖州知道吗？他出差那么忙，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他了。行，我们走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我买了你们爱吃的橙子和梨。我爸妈呢？回老家了。什么？我说他们回老家了。我爸妈在这个家住了3年，3年里，每天早上6点起来买菜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拖地。我妈腰不好，却从没喊过累。我爸血压高，还天天爬上爬下修这修那。他们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一样撑着，可最后连一声招呼都没有就被赶回了老家。最可笑的是，我是他们的亲儿子，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兖州啊，到家啦！妈，你和爸在哪儿？两个老不死的，赶紧滚回你乡下窝去！在我家白吃白住3年，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不就是做个饭拖个地，还想赖着享清福？也不看看你俩那穷酸样，配不配待在这城里？走，回家。爸妈，我爸妈呢？赶回老家了，看着就烦。许清华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我爸妈在这3年起早贪黑伺候我们，没要过我们1分钱，你也配赶他们走？江彦州，你敢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妈，你和爸在哪儿？我们在车上呢。回老家也挺好，家里还有点地没人看。谁让你们走的？没人让，是我和你爸自己想回去。你别跟青川吵，夫妻过日子，别因为我们闹别扭。他越是这么说，我心里越明白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他们回老家又不是我害的。不是你让他们走的。是我说的，怎么久？难道还要住一辈子？他们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难道还要住一辈子？他们这几年怎么对这个家，你看不见？他们是你爸妈，帮自己儿子做点事儿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不然呢？老人帮儿女，不都是这样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别总把这些小事挂在嘴边。小事？原来我爸妈3年的付出，在他眼里只是小事。我妈买菜贴钱是小事，我爸修灯修水管，他们1天3顿饭伺候这个家也是小事。以前我不算账，是因为我觉得一家人不必要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这份体面。对了，我爸妈下周过来。过来干什么？我妈说想来城里住一段时间，我爸腰也不好，正好过来调养调养。住哪儿？次卧啊，你爸妈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还有，我爸妈睡不惯硬床，你明天把次卧那个旧床垫扔了，买个好点的乳胶垫。多少钱的？6000以上吧，老人用的东西不能太差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弟最近也没地方住，可能跟他们一起过来住几天。你到时候别摆脸色，都是一家人。你弟也来？他刚换工作，过渡一下怎么了？你一个姐夫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又是应该的。行。你答应了？你爸妈要来，我当然会尽心尽力。这还差不多。他还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不计较的人。他以为赶走我爸妈，再把他妈接进来，一切还能照旧。我出钱，我让步，我父母受委屈，他娘家享清福。可这一次，他想错了。先生，这款是进口乳胶床垫，护腰款，老人睡很合适，现在活动价9900。就这个。先生刷卡还是扫码？刷卡。
9,900！江彦洲，你买了什么？刷了我9,900！床垫。什么床垫要9,900？你不是说要买6000以上的？我选了口碑最好的进口款。那你凭什么刷我的卡？你爸妈要睡，当然刷你的卡。还是说你嘴上说要给爸妈用最好的，真花钱的时候就舍不得了？放心，床垫明天送到。9900就心疼了，可我爸妈这3年贴进去的菜钱、生活费、家务劳动，又有谁心疼过？从前我不说是给这个家留余地，现在我不吵，是因为好戏才刚开始。这客厅怎么这么空啊？你公婆走了，也不知道把家里收拾的喜庆点儿。坐了一路车，累死了。清河，倒杯热水来。燕州，给爸妈倒水啊！水壶和杯子都在桌上，想喝多少自己倒。清河，他这什么意思？江燕州，我爸妈刚来，是客人。你也知道是客人。我爸妈在这儿住了3年，天天忙里忙外，像保姆一样伺候这个家。你爸妈才进门3分钟，就连水都要别人倒。你非要在这时候说这些吗？不是我要说，是你们让我想起来了。姐夫啊，不就倒杯水吗？至于这么小气？你有手。清河，你看看你老公怎么说话的。嘉豪是客人，客人更应该懂规矩。江元洲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？那是什么？不是吧，姐夫？我们刚进门你就开始算钱？不是刚开始，是从我爸妈被赶走那天就该开始了。第一，次部床垫9900已经由许清河支付。第二，你们3个人入住，水电燃气物业按人头平摊。第三，生活费、餐费、日用品由许清河自行负责。想住，可以。从今天开始，谁的父母谁负责。姐夫，先别说这些了，我最近看上一台车，首付还差8万，你先帮我垫一下呗。你姐夫又不是外人，你这刚换工作，手头紧，让他帮一把怎么了？一家人之间别动不动就谈钱，伤感情。你也这么觉得？嘉豪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上纲上线。什么叫随口一说？姐，我是真需要钱。姐夫，8万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吧？我以后发工资了，慢慢还你。慢慢还。对啊，都是一家人，难道你还怕我跑了？可以，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借款金额、还款期限、利息都写清楚。姐夫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吧？江彦洲，嘉豪是你小舅子，又不是外人，借点钱还要写借条，你防谁呢？防赖账。江彦洲，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。那我说好听点，他就还了。行，不借就不借，说的谁稀罕呀？不稀罕最好。应该是床垫到了。请问是徐女士家吗？进口乳胶床垫，尾款已结清，签收一下。这还差不多，老人睡的东西就得买好点的。我这腰确实睡不了便宜货。刷的是我的副卡。床垫是可以，可这床单也太旧了吧？清河，明天换套新的，颜色也不好看。买啊！你爸妈喜欢什么，你买就行。江元洲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刚来你就把钱分那么清楚？是您刚才说老人用的东西要买好的。妈，床单我明天买。干什么啊？这是你爸妈的房间。那我睡哪儿？沙发。我睡沙发？姐夫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可是客人。客人住沙发很合理。你家就这么待客的？你来之前问过主人同意了吗？清回，你听听他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嫌我们一家人来了？江彦洲，嘉豪就住几天，你至于吗？住几天？
看工作情况呗，顺利的话1、2个月，不顺利就再说。那就从今天开始算房租。我睡沙发，你还收房租？客厅是公共区域，你长期占用，当然要付费。清河，你看看你嫁的什么人，连亲小舅子睡个沙发都要钱。江彦洲，你非要今天闹吗？我闹什么了？我爸妈刚到你就房租借条费用，非要让他们难堪吗？你赶我爸妈走的时候想过他们难堪吗？又来了又来了，你爸妈回老家不是挺好吗？老人年纪大了，本来就该回老家待着，非赖在儿子家算怎么回事？彦洲，男人心胸要大一点。你爸妈那边，你以后多给点钱就是了。现在我们来了，你就把眼前的事安排好。听见了吗？我爸妈3年的付出，在他们嘴里是一句赖在儿子家。他们一家刚进门，却要床垫，要房间，要我倒水，要我出钱。我以前总觉得忍一忍，家就和气，现在才明白，有些和气是用别人的委屈换来的，而我爸妈已经替我委屈太久了。清华坐了一路车饿死了，让彦洲做点热乎的。你爸胃不好，不能吃外卖，最好清淡点，别太油。我想吃辣的。姐夫，家里有牛肉吗？给我炒个牛肉。彦洲，你看爸妈刚来，要不先做点饭，今天就别计较了。冰箱空了。怎么会空？你爸妈要来，我以为你会准备。清华，你怎么回事？爸妈第一天来，家里连菜都没有。你明知道他们今天来，就不能提前买点菜？谁的爸妈？从今天开始，谁的父母谁负责。你爸妈吃什么你安排，你弟住哪里你安排，他们需要什么你买。你这是把我们当外人。外人不会一进门就要9900的床垫。行了行了，点外卖不就完了？姐，给我点个烤肉饭，再来杯奶茶。用你自己的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替你娘家出1分钱。江彦洲，你来真的？你把我爸妈赶走的时候也是真的。清河，点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妈回头给你钱。4个人，我自己也没吃，随便一算300多。怎么还没好？以前这些钱都是江彦洲付。300多一顿饭，他就开始犹豫了。可我爸妈当年天天买菜做饭贴进去的钱，他从来没问过一句。不是钱变贵了，是花钱的人变了。这家味道不行啊，肉这么少。这汤一点都不鲜，还不如自己家炖的。我胃不好，吃这个不舒服。今天太晚了，先凑合一顿，明天我买菜。买菜也得有人做啊。清河，你上班忙，让延州早起做吧。我明天要上班。上班也不能不管家里老人吧？我爸妈在的时候，早上6点起来买菜做饭，从没让你们操心。现在轮到你们自己照顾自己，就不行了。彦洲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客人，所以客人住几天就走。姐，我看姐夫就是不欢迎我们，要不我们走算了。走什么走？床垫都买了。这沙发怎么睡啊？腰都要断了。清河，要不你和彦洲挤一挤，让嘉豪去你们房间睡。不行。你怎么这么没人情味儿？嘉豪是弟弟。20多岁的弟弟，不是婴儿。嘉豪那么大了，和我们挤一起确实不好啊。你说老人不能惯着，不能事事照顾，要有边界。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明早我7点出门，早餐你们自己解决。我以前从没觉得爸妈和嘉豪麻烦，因为麻烦从来不是我承担。现在江彦洲一放手，所有重量都砸到了我身上。以前江彦洲不说，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对。我爸妈要来，他就该安排；我弟没钱，他就该帮忙；家里的开销，他收入高就该多出。可今天只是第1天，我就已经开始觉得累了。难道以前他也是这样累的吗？他什么意思？把我们当做客呢？我看姐夫就是故意整我们。我去买。厨房什么都没有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快点啊，你爸还饿着呢。以前爸妈还在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餐桌上都有热粥、鸡蛋、小菜，冰箱里永远有新鲜水果，厨房也永远干干净净。那时候他只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轮到自己掏钱，他才知道
原来理所当然这么贵。怎么啦？他好像终于明白为什么江艳柔昨晚那么平静。早餐怎么还没到？因为他根本不用吵，只要他不再兜底，这个家自然就会乱。而这才只是第一天。怎么买这么点肉？你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得多吃点好的。姐，我不吃青菜啊，中午给我做牛肉，辣一点。我不能吃辣，给我单独炖点汤，清淡点。对，你爸胃不好，你弟又爱吃辣，你分开做。我还要上班，上班重要还是你爸身体重要？我们刚来第一天你就嫌麻烦了？以前这些话他也对江彦洲父母说过。有事儿？江彦洲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爸妈刚来，你连顿早饭都不准备。你爸妈来之前通知我准备了吗？而且我提醒过你，谁的父母谁负责。可他们也是你的岳父岳母。我爸妈也是你的公婆。你怎么对我爸妈，我就怎么对你爸妈，很公平。江彦洲，你现在真的变得很可怕。不是我可怕，是你第一次站到付出的位置上，所以不习惯。青湖，饭什么时候好？马上。哎呀，菜不是这么切的，你这油放多了，你爸吃了不舒服。姐，你会不会做？这牛肉都老了。你俩人从炒饭菜就翻的别不吃了，真是。那你来，快坐下吃饭。干了，太老了，根本嚼不动。哎呀，清河，你这厨艺怎么退步成这样？以前你婆婆在的时候，不是顿顿都有热饭热菜吗？原来以前他们嫌弃的不是饭菜，是做饭的人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婆婆每天做好饭都会小心翼翼问我一句：“清河，今天饭菜合不合口？”我那时候总是敷衍的点点头，有时候甚至连头都不抬。可今天我忙了一上午，换来的却是3个人的挑剔。原来付出不被看见是这种滋味。算了，我还是点外卖吧。姐，给我转200，我晚上出去吃。你中午刚嫌菜不好吃，晚上还要我给你钱出去吃？不然呢？我刚换工作，手里没钱。你弟在外面找工作也不容易，你当姐姐的帮帮他怎么了？这句话他听过太多次，以前他觉得是应该，我今天已经花了400多买菜，现在轮到他真掏钱，他才知道这句帮帮他有多沉。怎么给爸妈弟弟花点钱，你还心疼了？原来我以前说出口的每一句理所当然，落到别人身上都是这么疼。江其洲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彦洲，不是我说你，我们一家来了，你就这么让清河一个人忙？你一个男人也太没担当了。他照顾自己爸妈怎么叫没担当？姐夫，你买什么好吃的啦？我的晚饭。你一个人吃啊？对。江彦洲，你还真把分开吃？你干什么？分清楚。一瓶酱油你也要分？你要用，转我16，一人一半。姐夫，你也太绝了吧！酱油都算钱？你昨天说8万不算钱，今天又说32太计较。钱不是不能算，是你们只想算别人的。江彦洲，我们夫妻之间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不是我们夫妻走到这一步，是你先把我爸妈赶出了这个家。对了，昨晚许家豪睡客厅，占用公共区域，日租50。今天继续睡的话，再加50。江彦洲，你有病吧？我睡个沙发还收钱？你可以不睡。姐，我住不下去了，你管不管？清河，你看看你嫁的什么人啊！你爸妈来了第一天，他就这么羞辱我们。彦洲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可以。次卧入住2500一个月，客厅长期占用1500一个月，水电燃气物业按人数平吞，餐饮试用品、交通医疗由许清河自行承担。借款8万，需另写借条。我们是来住女儿家的，不是来租房的。那你们可以让女儿承担，我不懒。姐，我以前总觉得江彦洲不够体贴，觉得他爸妈住在家里是占地方，觉得他们做饭、打扫、贴钱都是长辈该做的。可现在我爸妈和弟弟只住了1天，我就已经觉得累。原来不是家务轻松，是有人替我扛着。
原来不是生活便宜。清寒，你说句话呀！你不会真让我们交钱吧？姐，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。清寒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现在连爸妈都护不住。他们每一句话都像在逼我证明我还是不是他们的女儿。我想说不是，可我忽然发现我没有底气。谁啊？没谁。车行。嘉豪，你不是说首付还差8万吗？你已经交定金了。我就是先占个名额，用的是许清寒的信用卡副卡。副卡？他什么时候刷的？姐，我就刷了5000，又不是不还你。这就是你娘家所谓的暂时周转。原来他们不是在跟我商量，他们只是通知我该替他们兜底了。你刷我卡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我姐，刷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你嫁的这么好，5000块至于吗？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嫁得好就该被他们随便透支。我哭的不是5000块。是他们从来没觉得需要问我。清河，你哭什么？你弟又不是外人。原来最亲的人也可以把我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。签不签你自己决定，但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娘家刷走的每一分钱都跟我无关。如果我不签，他们会继续觉得我的钱、我的婚姻、我的退让都可以随便你。姐，你不会真要签吧？清河，你敢签这个，就是不认我们这个家。你自己想清楚。他们不是在问我要不要签，他们是在逼我继续退。原来只要我不再替他们撑。我就成了不孝，成了外人。姐，清河，你今天要是签了这个字，就杀你爸妈的心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嫁出去以后跟外人一起算计自己爸妈的。姐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亲弟，姐夫这么欺负我，你还真听他的？他们说我是女儿，是姐姐，可每句话都只是在问我要钱，要退让，别犯糊涂，要继续忍。不想签也可以。嘉豪，你真的刷了我的卡？姐，我都说了，我以后会还你。什么时候还？你怎么也跟姐夫一样？5000块而已，你至于吗？5000块而已，原来我的难处在他们眼里也只是而已。5000块而已，以前我也常这样对江彦洲说。就这点钱，你至于吗？都是一家人，算那么清干什么？可现在钱从我账户里出去，我才知道每一笔都疼。原来不是他小气，是我从来没真正付过。你爸腰疼，床是有了，枕头还不行，你赶紧再买2个护颈枕。还有被子，城里这被子太薄了，我睡不惯。姐，我晚上不睡沙发了，腰疼，你给我订个酒店吧，别太差，至少4星。酒店？不然呢？一间4星店，原来他们开口要东西，从来不用想我有没有钱。清好，你弟从小就没吃过这种苦，要不你和燕州挤一挤，把主卧让给嘉豪睡一晚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自己决定。嘉豪，你今晚先撮合一下。以前我一句话就让江彦洲退，现在轮到我说不，才知道有多难。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你家第1天你就让我凑合？青言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你不是最疼你弟吗？这才嫁出去几年，心就不在娘家了。原来我以前让江言和面对就是这样的声音，我还是没撑住。1碗680，够我爸妈在这里吃好几顿饭，也够江彦洲爸妈买半个月菜。明天给你弟再订1碗，他找工作也累，需要休息好。妈，1碗680，680怎么了？花我点钱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委屈、我的压力、我的钱，都只是一点。这句话像针一样一遍一遍扎进我心里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最让人心寒的，连小舅子住酒店都让女方出钱，你住酒店不让你自己出钱，已经很照顾你了。他花我的钱，还觉得是别人亏待了他。床垫9900，外卖326，买菜468，嘉豪刷卡定金5000，酒店680，一天不到16374。你以前也是这么花钱的吗？家里菜钱、生活费，我妈让我买东西，嘉豪借钱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？原来他一直都知道，也原来我一直都在让他替我承担。我说过，这句话是为什么说？你说我工资高，多承担一点应该的。那时候说过，甚至自己没有错，你还说一家人没必要计较。那些话我确实说过，而且说的那么理直气壮。江彦洲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你现在觉得难受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不是因为知道错了，是因为账单开始由你付了。原来我难受，是因为终于轮到我付钱了。妈，昨天嘉豪酒店的钱今天不能再续了，如果我再答应，就又是我自己付。你说什么？1碗680，太贵了。以前我从没觉得贵，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疼。许清河，那是你亲弟。我知道，可我也不是提款机。我是姐姐，可我也会累，也会疼，又是钱。酒店12点退房，你赶紧给我续1碗。还有，我今天约了车行看车，你再给我转2万，定金不够。车是正事儿，别耽误你弟。是因为账单开始由你付了。姐，你听见没有？
万，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嘉豪，干嘛？这钱我不转，这一次我不能再替他付了。许清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连亲弟都不管了是吧？原来我一拒绝，他们就觉得我错了。你的车你自己买。行，你不转是吧？那我现在就回去。我倒要问问你，嫁了人是不是连娘家都不要？清河，你疯了！你弟真生气了。我知道他回来会闹，可我不能每一次都先认输。许清河，开门！今天这2万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以前他一闹，我就会先把钱转过去，可这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。这什么？借款协议。先把昨天刷的5000和今天要的2万一起写清楚。这次你自己决定。我不能再让别人替我挡了。签。姐，不签，1分钱都没有。江彦洲和他的爸妈已经替我受了太多委屈，我必须坚定。姐，你真要逼我签这个？你要签就签。许清河，你疯了吧？我是你亲弟。正因为你是我亲弟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帮你。你换工作，我给你转钱；你说没地方住，我给你订酒店；你要买车刷我的副卡，现在你还要2万。嘉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长大？你少拿这种语气教训我！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江彦洲挑拨你？对，就是他挑拨的。清河，你以前多疼你弟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血？清河，你妈说的没错，你今天要是让你弟签这个字，就是不认我们这个家。这一次，他必须自己做选择。行啊，我不签。姐，你要是不转钱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对，我们也不走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家还能不能容下我们。需要我帮你报警吗？这是我女儿家，凭什么报警？房子婚前购买，产权人是我。我知道这个事实，只是过去太久了，我也几乎忘了。清寒，你说句话呀！看见他就欺负你爸妈。妈，这里确实是燕州的房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嘉豪买车、住酒店、找工作自己负责，爸妈生活费我会按能力给，但不会再无限制掏钱。你们也不能再刷我的卡。行，许清河，你有种！清寒，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呀！走，老许，还嫌不够丢人。清河，你记住今天，以后娘家有什么事儿，你别回来求我们。好。燕州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爸妈这几年有多不容易。我那天不该赶他们走，更不该连电话都不让你打。我以为他们帮忙是应该的，我以为你多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可这几天我才知道，没有什么是应该的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我爸妈。怎么，不敢？我怕妈不接。他会接。因为他到现在还怕我跟你吵架。清河啊，妈，对不起，那天是我不懂事，是我说话难听，是我把您和爸赶走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清河啊，妈不怪你，妈就是心疼燕州，她夹在中间最难。妈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我明天去老家当面给您和爸道歉。不用不用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要的。我欠你们一个道歉。燕州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清河，我可以接受你道歉，但我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爸妈受的委屈不是你哭一场就能过去。
这个家被消耗掉的信任，也不是一句重新开始就能补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生活开销按比例分担，各自父母各自负责，任何大额支出必须双方确认。如果你能接受，我们继续过，但要重新立规矩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我接受，我签。明天你带我回老家道歉好吗？好。